大家好，宠粉的一胎又来了。最近几年的国产古装剧里，武打戏几乎是一直处在观众吐槽的风口浪尖，基本就两个动作，要么横砍一刀，主角慢动作后仰躲开，要么竖砍一刀，再慢动作侧身躲开。精华在于一定要清楚展示刀尖对鼻梁只有 0.01 公分距离。这些小儿科镜头不断在刷新观众们对武打戏的认知下限。以前特效不够，拿命和演技凑，现在是拿粉丝群体凑。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真正的武打戏和过家家武打戏的差距有多大。且试天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剧种——古装偶像抗战神剧。女主不仅能一箭射炸敌人的重磅武器火炮，搞得敌人还得反过来保护火炮。剧中号称千百年来无人能破的血风阵，其实就是土兵围在一起转圈圈，把敌人给转晕，随后放出终极大招盾牌阵。士兵们拿着盾牌摆出王八状疯狂移动，战术牛逼也就罢了，女主更是天下无敌，单挑敌方老大。由于武力太过强大，逼得摄影老师愣是使出了印度运镜，我转我转我转转转。主角晕没晕我不知道，反正观众是晕了。看到如此战争场面，姨太的反应 be like， 这哪是且试天下，这简直就是气死天下吧。这么尴尬的场面，赵露思本人看了都想主动退圈。小制作糊弄观众也就罢了，但大制作呢更离谱。每次有一部号称 S 级的大制作诞生，观众就会再一次被编剧当成大聪明。比如这部镜双城，黎枫和陈钰琪化身两台仿佛冰冷且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人，一个悲伤蛙，一个胖头鱼。打戏这个运镜忽大忽小，忽远忽近，打了又好像没打，又好像两人没打够。别人运镜是德芙，全程纵享丝滑，而这部运镜是跳跳糖，一弹一弹把观众都给运吐了。同样还有雪中悍刀行，男主这边都快吐血身亡了，女主还要先无重力飞到空中拜拜天地，再俯冲到他身边，整一个迷惑的大动作。至于打戏全靠想象，观众形容剧中的打戏是未见招式，徒留残影。武打场面主要靠慢镜头、背景音、转圈圈、翻跟头来成一系列的花架子，很多人表示不得不开2倍速观剧。或许主创是想追求写意和留白的武侠美感，但是粗糙的场景和特效又让作品跌入了现实。有人吐槽剧中一个动作重复3遍，人物特写镜头多方向摇摆的打戏场面可以当作鬼畜区2创的热门题材了。与之相比，以前武打剧的打戏利落干脆，拳拳到肉，有攻有防，见招拆招，动作复杂好看，充满了力量感。比如2004年播出的《水月洞天》，无论主演还是配角几乎都有不俗的武打功底。饰演主角童博的余波曾练过武术，弟弟童战的杨俊逸则是国家武术运动员。此外还有张晋、释小龙这些拍武打戏出身的演员，也都在剧中贡献了相当精彩的打戏。张晋和释小龙对打的一段，招式衔接极其流畅自如，两人你来我往之间看得眼花缭乱，但招招扎实，拳拳到肉，没有半点要用特效和慢镜头遮遮掩掩的必要。演员的武打功底一目了然，这才是真正的打拳教学。现在的打戏则是无穷无尽的慢动作，设计敷衍的招式，加上演员的无力表演，以及粗制滥造的特效，也难怪频频陷入争议。比如新版《倚天屠龙记》张无忌的光明大战，也没有武打招式，就是飞来飞去比力气。最后给一个击掌的特写镜头，算是打赢了少林高僧。该剧播出后被观众吐槽滥用慢镜头，哪怕用2倍速观看依旧觉得尴尬。众多迷之镜头分分钟让人想给导演发一句语音，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把别人当傻子啊？曾拿下无数最佳动作设计奖的香港打星洪金宝就曾直白地给出动作戏的标准，就是要拍出好看。然而一看现在古装剧里的招式，就是一个赛一个的丑。拍轻功，武侠小说里写的都是体训飞斧，飘若忽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演员的表演怎么也应该看起来脚不沾尘。然而在如今的古装剧里，人们看到的轻功却是这样的。电视剧里《军90》中演员精悍的一段轻功戏，被许多观众吐槽看着就累，看着一步步沉重的步伐，吃力的仿佛跑800米体测，每次落地都让人担心下一步就是一个踉跄，实在是不能怪网友吐槽。
这到底练的是重功还是轻功？脚上功夫的动作难看，许多武打戏的手上功夫就更不忍直视。新版包青天里展昭挽剑花，牛顿棺材板又按不住了。看大侠这一本正经的望着手里自动做圆周运动的宝剑，真是不知道手掌心被磨得疼不疼。硬核的武打动作都变成了5毛特效，还想表现主角的武力值，就只剩下一个办法：慢动作，飞身而起，慢动作5秒。拔剑刺向敌人，再慢动作5秒。用来下饭的剧，饭都吃完了，主角还没有开始打，观众不得不调出3倍的速度快进，因为一个不留神，屏幕就会被一个个漫长的定格镜头完全占据。无数个慢动作招式不断切换之间，还有主角嘴角露出的一抹原本只该属于霸道总裁的笑容。新天龙八部中，乔峰正与慕容复激战，却突如其来的邪魅一笑。忍无可忍的观众在持续输出猛烈的吐槽之外，能做的只有无奈的按下关闭按钮，然后打开那些陈旧到甚至只有标签画质的古早古装剧，继而大呼这才是武侠呀。不过新生代演员中其实也有打戏比较出彩的，出身于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的武打小生郑业成，他在祝清好中的打戏让人看了直呼过瘾。由于是戏曲武生的出身，学京剧10年有余，祝清好里的每一场打戏他都是亲自上阵，飞檐走壁，精准落地，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有江湖高手那味儿了。就连一把道具刀在他的手中都变得杀气十足。最近热播的综艺里他也表现出色，而且获得了成龙的赏识。虽然自小习武功底扎实的演员毕竟在少数，但演员这一行原本就是为了角色去适应与改变的。一代宗师里，张震受邀出演八极拳传人一线天，为了演好角色，张震专程去拜师练功，还拿到了八极拳比赛冠军。虽然墨镜王只给了张震10分钟左右的镜头，但还是让人惊艳至极。有的武侠剧还喜欢把武戏变得唯美写意，《山河令》中2位主角的初次交锋堪称浪漫，没有刀光剑影、满屏的落花、飞沙、桃林、发丝、玉扇，以及主角放大特写面部的表情，用文字描述起来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打戏镜头中出现的画面。老武侠剧中也不是没有唯美画风的柔和打戏，同样是使用白绫做武器。张继中版《神雕侠侣》中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出场镜头放到今天依然惊艳，小龙女的打戏以柔克刚，出场时用的是长白绫，视觉上就容易出现柔绵的感觉，尤其是从屋顶踩着白绫缓缓走来的那一幕，仙气飘渺，但在接下来的武打戏中又力量感十足，充满侠气。后来据主创回忆，那场打戏剧组共拍了6个晚上。1997年版《天龙八部》里，乔峰用降龙18掌击退了4大恶人的桥段，演员黄日华和其他剧组成员整整拍了1个多月，每天都在重复着骑马、吊威亚练习招式，最后呈现出来一段不到10分钟却精彩绝伦的打戏。这样的拍摄方式放在现在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除此之外，说到打戏漂亮，就不得不提到焦恩俊了。小李飞刀里，李寻欢在酒馆被众人围攻的一场戏中，焦恩俊一袭白衣，右手仍提着酒壶，左手拿着酒杯，在刀光剑影间翻越闪躲，直到最后站定，抽出腰间的飞刀，干脆利落地击中对面，没有大特写慢动作，没有刀光石火的夸张特效，招式动作和分镜切换都行云流水。这样的打戏，观众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好帅呀！宝莲灯里的打戏也非常多，挺拔的背脊配上干净利落的打斗动作，帅气十足。他的打戏动作不拖泥带水，同时很有力度，不会给人软绵绵的感觉。其中还包括难度很高的360度旋转、侧踢等动作，就连飞行动作也是仙气飘飘。这一套动作简直是丝滑无比，不像有的演员撅着屁股、弓着腰，一看就是在吊威亚。虽然以前的古装剧画质很渣，但古装美男是真的帅。这些大侠们一招一式间那飘逸流畅、酣畅淋漓的美感让人称赞。1993年版《包青天》中，何家劲饰演的展昭就贡献了无数段堪称教学版的耍剑桥段，剑锋出鞘，手腕带动剑柄灵活的转动，每一个招式都凌厉又利落。一袭红衣更是侠气凛然，
看过这样的舞剑打戏，实在不能怪观众对那些尬舞一般的武打戏进行吐槽。有人说让古装剧倒退10几年也行，那时候的侠是真正的粗布麻衣，风骨侠义；那时候的剑是刀剑如梦，快意恩仇；那时候的打戏都是武术指导亲自上阵当演员的。而如今的国产古装剧现状呢，所谓 S 级大制作，钱大概都花在流量演员身上了，然后制作出一堆辣眼睛的迷惑镜头和画面，把粉丝当韭菜，把观众当傻子。尤其是古偶剧的兴起，让武侠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那些刀剑如梦的日子也越来越久远。那么你心中的武林高手都是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的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